你有没有想过，打坐一定要盘腿吗？很多人可能都理解错了。今天这期视频我会讲到底怎么打坐，还会把几个核心的问题讲清楚。道家几千年追求的是什么？大道究竟是什么？男女修道有区别吗？元神又是什么？什么是道法自然？打坐睁眼还是闭眼？修道的好处和万法归于尽的内涵。我们现在开始修行怎么打坐？左脚放在上面还是右脚放在上面？有没有什么规矩？有什么注意事项？现在打坐讲究天盘，两个脚都在上面盘着。要想成仙成佛，并不需要某种固定的打坐形式，两脚盘起来打坐，容易气血不通。不管道家还是佛家，真正的打坐不讲究怎么盘，什么样姿势都可以，想盘也好，不盘也好，散坐也好。打坐没有方式，打坐没有形式，你坐我睡，我是睡的姿势，但是人没睡，怎么舒服怎么自然就怎么来。要达到自然，不是叫你怎么呼吸，叫你人怎么打坐，是叫你的元神不动。只要元神不离身，自然就会成功。眼不观，耳不听，口不言语，自长生闭关就是闭的，这三关没有别的。打坐没有方式，只要元神昼夜不离，不管年龄多大，只要有恒心，最慢是5年，再快3年，再快1年就可以成功。为啥有人还会讲究打坐形式？世间有真就有假，有高就有低，有黑就有白，这是肯定的，这是避免不了的。许多人打坐都会舌顶上颚，一手丹田，用呼用吸，这样子那样子，对不对呢？也不能说不对。佛法有84000法门，怎么得道成佛，并没有一个固定法门。你学道也可以，学佛也可以，众生因缘而生，因缘而灭。佛说不着相，无有一切相。佛家就是讲不要着相，道家就是顺其自然，要心盘。虚云禅师坐在吃饭的桌子边，入定7天。佛和道研究到最后说的是同一个东西，躺着打坐也行，打坐为了静心，能静心才是关键。眼不观物，耳不听，口不言语，不听不看不言语，怎么舒服怎么来。如果是睡觉形式打坐，不要睡着，不然做梦元神就跑出去玩了。要让元神不离体，做梦消耗元神，心想足心气道涌泉风火轮，一开始涌泉穴感觉蚂蚁爬之类的，然后一会儿就热起来了。道法自然，大道至简，每个人喜欢的都不同。有些人躺着成神仙了，成团老祖就是睡功，这里的睡不是睡觉，是睡觉的方式，打坐真睡着了，做梦元神就跑出去玩了，元神不离，食神不来，食神来了，元神就不主宰身体了。善者不变，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，眼观鼻，鼻观气，注意玄关，便可降服四象。这里的眼观鼻是用意念看，不是真用眼睛看，是意念在鼻子上。心内观，不要外观，放空，眼睛四闭不闭，往脚心里看。思想是真意，你朝脚心里想，必然有一股气。脚心是涌泉穴，心往脚心里一走，停一停，开始就像有蚂蚁在这动，练的时间长了，越练越大。心里有个东西在那动，练到最后就像有一个玻璃球，有玻璃球一样的东西在脚心，你朝那一走，它咚咚打脚心。我们成仙得道，成佛上天，没有这2个火球，你是绝对上不去天，你在太空里站不住。这2个火球就叫如意风火轮，你往哪走，它都跟着你。成道的时候变成一个火轮，或者莲花，或者是云彩之类的东西，你把这个东西收回来，成仙得道的时候可以成风，可以上天。打坐就是师父领进门，修道在个人。打坐闭眼还是不闭眼？眼睛是闭不闭，全睁开眼睛是阳，全闭是阴。打坐要的状态就是在半阴半阳之间，修道要真心。如果只是试一试，玩一玩，就没有护法来保护，可能会看到一些不好的东西。看到好的东西可以说是天使，看到不好的东西可以说是魔。一阴一阳之谓道，真心修道，上面会派护法过来。也就是有人说不要随便打坐，其实只要真心一心向道，随时可以修行。打坐之后，后天式神退位，先天元神主导。眼睛不是闭着，眼睛下垂看鼻尖方向，也就是垂帘，但是不是用眼睛看，是用意念看，只是眼睛是闭不闭，是个什么状态，就是眼睛看到鼻子的那个状态。然后眼不观，耳不听，口不言语，自长生。男女修道有区别吗？男的和女的修道是一样的，人身虽不同，男女虽不同，神气无二异，都是练的神气，练成一个不生不灭，随时可以出去，随时可以回来，随时都可以练。元神是什么？元神有多神奇？我们人身上有2个神，食神一当家，元神不当家。要想不死，只要食神退位，元神当家，也就是元神归位。只要元神一当家，你就把一切的事情都放下，
它会引导你走到老君爷住的那个地方，会能达到你的最高的目的。怎么让食神退位，元神归位，开玄关？释迦牟尼说过，至心一处，无事不变，就是心太多了，这个心那个心，心不归宗，不成一个整体，元神不当家。什么是食神？就是常人思维，有物我的分别，有高下美丑善恶的分别，有私心妄念。为啥？修道之后是空性，因为你有功力，你有本事了。这时候你要恨一个人，那个人就遭殃了。所以大道无形，大道无情，也可以叫天道无情。大道本事非常大，有情的话，有善恶分别的话，那宇宙本身就是阴阳，有阴就有阳，有好就有坏，有了分别心就会偏向阴或者偏向阳，那么阴阳就失衡了。只要偏向谁，另一面就遭殃不存在了。孤阴不生，独阳不长，无极里面是空的，虚空里面什么都没有，它能容纳任何东西，善恶也好，阴阳也好，容纳万物。大道就是无极，德就是太极，因为太极生阴阳，就是宇宙由阴阳构成，有人认为好，就有人认为不好。叫心不死，则道不生。有道了，本事就大。还有心的话，是不是对世间事情还有判断？那恨谁，谁就倒霉。所以什么都不想的时候，一切世间事情和你无关，不影响你的时候，你就得道了，成神佛了，超脱生死轮回了。说白了就是去除人性，回归灵性，六根清净，见真我。修道时候如果动了心，恨谁会坠落的。当你看见一个鸟，你想它像风一样飞走，你心一动它就要动。所以修道人心不敢动，你心一动那个鸟不能活，你心一动，你一恨那个鸟的话，那个鸟当时就死。有了功夫你千万不要恨，你恨谁谁不能活。要记住这个，有了道就是念出法随行。为啥这样说？因为在人世间，你可能不喜欢一个东西，就比如蛇，大家都怕，修了道还要怕蛇，恨它，蛇就没了。蛇本身就是自然存在的，并无善恶，没有空性思维，就修不成真正的大道，真正的天道，没有感情，没有那种道德观。比如小电影那种多人的那种天道面前存在就是合理的，没有评判。宇宙即我，我即宇宙，任何人的感受就是造物主的感受，能感受万物心里所想，能身临其境，不会恨谁也不会喜欢谁。宇宙由阴阳组成，有所谓的阳就有所谓的阴对应，这样才会有因果轮回。有了偏向就会偏向阴或者阳。当另外一个不存在的时候，就是孤阴不生，独阳不长，宇宙就不存在了。大道究竟是什么？道就是无极，无极就是大道，德就是太极，无极图就是一个圆圈，里面什么东西都没有，是虚空。大道本无形无相，大道里头什么都没有，空空洞洞就是无极。太乙精华宗旨前5章就是说的这些东西，下面讲道法自然，先天与后天，能听懂，在修行上少走10年弯路。大道修到一定程度，身轻如燕，走路如飞。为什么有人叫草上飞，水上漂？修到一定的程度，身体轻得很，好多武功家都撵不上你。老君爷说，你能不能学婴儿？知道婴儿吗？婴儿在妈妈肚子里时候，他会做什么？他会做这做那吗？他不会用心用力忘大功，不用心力道自成，用心用功夫越用越差，一用心就成了后天了，就是后天的食神，不是先天的元神。元神最逍遥最快活，他不知道用心顺其自然。婴儿2、3岁有多自然，有多天真。修道不能学婴儿就错了。用心就是后天的，人在先天的督脉都是通的，一到后天，先天的气就退出了，后天的气就当家了，后天的呼吸气当家了，先天的脉络就关闭了，无所用心。大道自在，不用心如是住，返璞归真。因无所住而生其心，心不死则道不生，道法自然。在哪里可以修行？处处可修行，家里就能修行。道家的元神，佛家的自信，一念不生时，那个空无寂静、清清明明的本来样子自然显现，一念想见还是见不到。不要用后天的意识，不生一个念头就成了。心静生无极，并由心生，无心成大用。真心修道有什么好处？所有的修道人，只要你有1分的修道，就有3分的护法；你有3分的修道，就有10分的护法；你有7分的修道，他立即感应，他是护道的。真心修道，要不了2、3个月，他马上就派灵官来。这是天上的亡灵官，是大元帅，不用担心，念到那个程度自然出现。什么是万法归于尽，不留一物谓之尽，一念不起为真尽。
两个进不着，一物谓之亲，心中一点不留，心里什么都不留。这时候打坐，在静中得到的东西，那是真真实实的真东西，达不到真境的天地，想成大道不可能。菩提本无树，明镜亦非台，佛性常清净，何处有尘埃？身是菩提树，心如明镜台，明镜本清净，何处染尘埃？只要你静守元功，万法可以见。所谓一法通，万法通，什么时候打坐最好？寅时打坐，1刻钟抵1年。如果你打坐平常没时间，最好在凌晨3点以后，晚上11点到凌晨1点是子时天开，凌晨1点到3点是丑时，是地开，3点到5点是寅时。万物俱生，万物生发，就在万物生发的时间，少阳跟少阴真要转变的时候，在这个时候打坐，在这个时候用功，寅时2个小时，你能做半个小时，你能做15分钟。那么在这一刻之中，你练得好了，这一刻之中能夺1年气候，能把1年300多天的气候夺回来。修行究竟修的是什么？以及道家几千年又在追求什么？山里空气新鲜，是藏风聚气的地方，我们就是修的它。神不离气，气不离神，在大气里头，这个气凝成一个东西，结成神胎，修到最后，第一个就是能逃脱生死，能成仙得道，能到天上去，不生不灭。不管现在修不修道，以后事业一成功，年龄差不多50到60岁的时候，就要赶快修，不能超过64岁，练到那个程度自然出现，不练到那个程度绝对不出现。